Hello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一种重要的元器件，叫做有极性电容器，俗称电解电容器，对吧？这是两种不同颜色的电容器，在这种紫色的电容器上面，它标了一条黑杠，这个就表示是负极，负极是连通这个短角，这是负极。那么这个墨绿色的这个电容器，它表面也标了一条斜杠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负极。这个负极也是连通这个短角，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呢，就是长角为正，短角为负。这是没有用过的这个元器件，我们可以这样识别。如果我们这个电路板上的元器件，那就不存在什么长角短角了。那么区分这个负极，我们直接就看这条斜杠，这条白色的斜杠就是表示负极。这个负极往往是连接到这个电路的这个地端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地端，这是开关电源的热地端。那么我们在测试这个电压的时候，就以这个负极，就是热地端作为参考连电位，去测试这个滤波的输出电压。这种电容器的故障率在电路当中是最高的，因为呢，它里面是装有电解液，它长期工作在这个高温、高压、大电流的工作环境当中，所以它特别容易出故障。一般从外表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，如果出了故障，那么它的这个顶端它会冒鼓，也就我们说的会吐出来。当这个电容器吐出来了，那么基本上这个电解液呢，它里面基本就出了故障了，然后我们就必须把这个电容器进行更换了。这是它的最大的故障现象。那么像这个铝电解电容器呢，也有好多种像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这就是焊针型的铝电解电容器，两根针是吧？焊针型的。那这种呢是螺栓型的铝电解电容器。还有一种就是足向铝电解电容器，我们最常见的也就是这一款。还有呢，这个叫特殊型的固态铝电解电容器不管哪一种电解电容器，它都有3个重要的指标，一个就是耐压，还有一个就是电容量，第3个重要参量就是耐温。像这个耐压就是450伏，电容量为82微法，它的工作环境极限值105摄氏度。这3个重要参数，我们在实验的时候一定要考量，不能够超过它的极限。好，更多的电子知识，请持续关注每日灯。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